别动，我来找。轻点儿，找到了。你真的会开车吗？去，这玩意儿看着挺复杂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不打吧。 咱俩开去哪啊？开哪儿算哪儿，租个房子磕个头，咱就算两口子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敢对我不好，我可收拾你。什么情况？是不是没油了？不可能！我昨天看着他们把油箱加满了，咋回事？小蒋，你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这待会儿还要老家来呢。科长，对不住，给领导添麻烦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要气死我呀？你丢人不丢人？我怎么了？我17了，我搞对象有啥丢人的？我们真心相爱。你相爱个屁！老五根本就不想跟你走，我打。行了，老五都交代了，油是他放的，没放干净。科长啊，跟你说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孩子我们都教育了。那车，姐，五哥来了。啊。黛玉，经过我妈，不是经过组织的批评后，我深刻的认识到，咱俩的行为是冲动的，是不对的，是不负责任的。咱俩散了吧。我得回厂里上班了，你也回自己岗位好好工作，争取为石油事业多做贡献。 那啥，黛玉，我之前送你的表，是我妈给的。叛徒！那一年我妈17岁，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选择了私奔，因为一个叛徒闹得人仰马翻。只是我妈没想到。 我的17岁，依然是一场和叛徒有关的人仰马翻。100年前，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；100年后，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。 去我对你的思念，一次次呼唤你，我的1997年。100年后，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。沧海变桑田，抹不去我对你的思念，一次次呼唤你，我的1997年。 悄悄地走进你，让这永恒的心。
呢，刚做出来，你赶紧吐了，都吐出来。这什么呀？又烫又苦的。哎呦，来，赶紧把这凉白开喝了，给这口腔食道都降降温啊。爸，这什么呀？手磨咖啡。手磨咖啡。来，哎，这是爸呀新制备的设备。咖啡搞这么麻烦，跟弄实验似的。这手磨咖啡是不是比你以前喝那速溶咖啡好喝？牙呢？回来了吗？没呢。不是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放学可就回来了，在外面浪荡啥呀？你这鞋不这地白擦了吗？你回来你妈又说你赶紧把鞋换了，去，别待会儿你妈回来又得骂。赶紧换。我妈没回来呀？来呀！哎呀，回来了，你看看。哎。哇，这什么造型啊？这是。哎呀！哇，这么沉呐！这什么呀？功放。哦，新买的啊？大家有钱买这个吗？我单位借的。干嘛呀？这是？这次回归我们要唱《讲不出再见》。西追西错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指甲那么长，你别把我这丝绒裙子给我刮坏了。哎，裙子真好看。好看吧？童话都说不利索，还说英语。啊，苗苗，啊，去帮拿鞋去。这真棒啊！牙牙呢？牙牙啊，没回来呢。放学不回家，哎，这都几点了？肯定去游戏厅了。来，咱把这功放接上吧。接上。走你！哎呀，来帮忙啊！来。哎，这放这儿。哎呦，捋捋这些肠子哈。哎，这个好。他可去游戏厅喽！这是一视频，俩音频吧？啥也看不清啊。这是一个红的，一个白的。哎，这是澳的。哎呀！二中的都给我站起来！都这个点了啊，程丫还没回来啊，去游戏厅喽。喂，程牙牙不可能去游戏厅。他要是真去了呢？今天突击检查，一会儿教导主任给你打电话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哎呀，一点儿我都不担心。哎，上回你就说牙牙在游戏厅，可结果呢？哎，他在书店学习呢。程苗苗，你以后少再当陷害你弟弟啊！喂，你别喂了行不行？程文威同志，你媳妇儿栽赃陷害我，你看不见吗？你也不管管啊！哎，我虽然学习不好，但我诚实。这坐下。一鸣曾经说过，诚实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。一鸣还说过，学习不好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一鸣说了不算，这家我说了算。回屋写作业去。月，这个艺名啊，它不是个人名啊，是说，比如这歌曲吧，它特别著名，但是这个闭嘴吧你，就你有文化。你儿子做什么都对，我做什么都不对，你就偏心。我偏心？
程苗苗啊，你拍心窝子，你想想，从小到大家里啥事不是先紧着你呀？你弟从小就穿你不要的衣服，过年也是你压岁钱最多，平日里零花钱你比你弟多1倍，家里这零食全是给你买的，就连卧室你都睡最好的，你弟就睡在那阁楼里，还一天天的在家里这耀武扬威的。偏心，偏心，你就是偏心！我偏心，你爸才偏心你呢！不是我什么时候偏心？我从来一碗水端得很平。你啥时候平过？你闺女现在这德行就全是你惯的，你眼里就你闺女最重要。现在你闺女就乐，儿子年年考第1，你看这墙上的这奖状，这得多优秀的孩子呀！我从来都不用担心牙呀，我自己生的儿子我了解，一表人才，品学兼优，他肯定是在书店学习呢，他不可能去游戏厅。喂。你接。喂。喂。什么？啊？不是，什么程雅雅？她在哪儿？程鹏飞，你快点！你来吧！哎，你换一下鞋呀！啊，别扎了脚。你等我会儿。哎呦！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麻烦我们倒不怕，这主要是这大半夜的，还跑到后山盗墓去了，这多危险！是。爸妈，我们真没盗墓，那就是个山洞，我挖点石头。你闭嘴！那原来就是个墓，后来啊是被不法分子给偷盗，挖的是乱七八糟的。咱别的不说，要是这墓塌了，人埋在里边，这挖都挖不出来啊！这可不是嘛，多亏咱们保卫科发现的及时啊，要不这事儿想着都后怕。你赶紧谢谢叔叔。谢就不用了，你们回去啊，跟孩子好好说说。回去我一定严厉的批评他，绝不轻饶他。行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吹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。苗苗，苗。赶紧出来，李斯又要离家出走了。啥？今天谁也别拦我，我必须离家出走。不是，怎么能让小芳抓着你呢？你不是住院呢吗？你跑游戏厅干嘛去啊？又不耽误使大招，又不是什么大病。你割阑尾还不是什么大病啊？哎呀，割什么阑尾呀？割什么？就是割什么割？割什么割呀？别胡说八道啊！小芳明天让我在大会上念5000次检查，没这检查就得给我爸打电话，这顿揍少得了吗？程鹏飞呀，程鹏飞，你刚才那点头哈腰的干什么呀？就好我妈儿子犯了多大错一样。不是，我这不是想着这么晚了，早点回来，所以对人态度。又不是真去盗墓去了，咱儿子什么样你不清楚啊？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？雅雅去盗墓了？你看看，哎，他都违法乱纪了，我妈还护着他。这家我带不下去了，李四，我们离家出走。啊！哎，你行了，你俩别闹了。我可以帮你写检查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帮我做回污点证人。啥意思啊？去跟我妈说，程雅你们老去游戏厅。不行，这是叛徒才干的事了，我才不干这种事，我宁愿挨揍。苗儿，你也够损的，你俩折腾吧，我回去。哎，胡秋敏同志，哎，组织需要你，这5000次检查，咱们28分，我2，你2吧。不要脸，猪狗不如。一表人才啊，品学兼优。哎呀，你少在那给我阴阳怪气儿的。今天这问题不讨论清楚，谁也别睡觉。讨论呗，我又没问题。
你也不是啥好东西。你把那二郎腿给我放下来。去，放下。雅雅，这事儿啊，你得吸取教训啊，不能再这样了啊。哎，我举报啊！上个礼拜，程牙说去补课，结果跟钟瑞涛和王强去后山烤土豆了，又整这一出。去啥书店呀？盗墓去了？我没盗墓，我就是去考察，看看这个墓是谁的。那个烤土豆，我啥时候烤土豆了？都给我闭嘴！程洋洋，我真的是没想到你居然跟你姐姐一样，越大越没正形啊！你们俩这是要合伙没出息啊！妈，我那也是研究学习一下。你去那破山洞研究啥呀？学习咋躁动啊？不吃，你去那边墙角给我站着去！你给我站过去！我又没扫山呢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他犯错，我跟人说法有没有天理啊？我不干！你再说一遍，给我过来！这孩子你……哎，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你的确跟苗苗她没关系啊。程鹏飞，你再跟我说一句，你也给我站那墙角那儿去！我还没说你呢。我们072中，作为去年油田的先进院校评选第1名，一定要把这次活动办好，在整个2厂，甚至整个油田做出表率。我很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们也有信心。那个各个年级组积极准备一下啊！帮李公子补检查，刚把字数补齐。节目预选单送到我办公室。到啥流程了？正事刚说完，估计马上宽你了。活动就先说到这儿，接下来说一个处罚决定。高1一班李四同学，李四，哎，你蹲后边干啥呢？我肚子疼。你把你那些小伎俩给我收起来啊！上来。快走2步！哎，你站那。高1一班李四同学，周4下午7点半，在县城农贸市场和一群社会闲散人员聚众打游戏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经同学举报，校领导查实。现在宣布一下对其的处理结果。高1一班李四多次严重违反校风校纪，且拒不交代其他参与者，已经达到了勒令退学的标准。但是啊，学校呢还是本着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态度，决定对他网开一面，实行一个记大过处分。下面让李四当着全校师生进行严肃检讨。喂，你为啥为？尊敬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犯下的往下。主任，我说错了，这是第2页，那第1页我找不着了。我重说啊，那个，是我犯下的错误，我犯下的错误都是大错误。还给信检讨，对不起校领导，对不起主任，对不起老师们、同学们。我总结一下，就是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犯了。最后我祝大家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下去。哎。行了，别笑了，
接下来再说个表扬啊，他真行。重点表扬高一一班程苗苗同学，正是他勇敢地向老师揭发了李四的恶劣行为。怎么回事啊？抗日英雄杨靖宇，革命先烈李大钊，党的女儿刘胡兰和高一一班李四，我们遇到了同样的一个敌人，那就是叛徒。虎子，你干嘛去啊？我上厕所。咱们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个小叛徒，你还有心思上厕所？坐下。你们有基本的原则吗？有没有基本的是非观？啊？朱超，你作为班长，有义务主持公道。你说，你站哪边？哎呀，我突然想到我要去老师办公室一趟，我回来站了。看看，下一个叛徒就是他，他的嘴脸已经出卖他了。小雪，你确实有错，丹夏。对啊，你去游戏厅你还有理了。好，你们就堕落吧。啊，今天出卖的是我，明天就出卖你们两个。出卖我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老师办公室的暖壶是不是你砸的？我没砸，我那不小心摔。还有你，你早恋。我啥时候早恋了？我都没跟人说过话。你们就是非不分吧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就算是我孤军奋战，我也要给程苗苗这个叛徒一点颜色看看。说谁叛徒呢？说你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叛徒竟然是你。哎呀，四哥，这就是小芳使的离间计呀。那他为啥先批评你，再表扬我呀？他就是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。一点没错。你看肖主任这外号是你俩起的吧？这小芳叫了多少年，他肯定记恨你俩。你看看，原因找到了。四哥，咱不能中计。还想搅面子，程苗苗，我跟你讲，之前在楼道里唱小芳的歌是你自己一个人，找我身上赖。行，那我们就先不说小芳的事儿，咱先把这个事儿说开了。我对天发誓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游戏厅，我跟小芳举报的绝对不是你。那你举报的谁啊？这举报谁不重要。重要，这太重要了。这说明你就是举报了。看看，叛徒的罪名落实了。程苗苗，咱俩从小就认识了。你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是什么吗？背叛兄弟。从小什么事都听你的，你居然背叛我！放心，我不会再被你骗了。我现在有脑子。完了，长脑子了。李四这回是不是要给你绝交了？唉，出卖我多少次了？成功过吗？姐，古人说过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哎，苗苗回来了，赶紧洗手，吃饭了啊！程苗苗，你给我过来。是吗？我生命最恨的就是叛徒。
那程牙跟你告我的密，他就不是叛徒了。这是及时反映你在学校的恶劣行为，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局面。我也是及时跟老师反映情况，挽回同学们。是为了挽回我吧？因为我在游戏厅呢吧？我的妈呀，程苗苗！哎，我说你那天一直叫唤雅雅在游戏厅呢。我以前只是觉得你调皮捣蛋，学习不行。我真是没有全面认识你啊！你说你这些年你到底哪个环节你出了问题呀？你现在就是人品败坏你！哎，不至于吧，月？怎么还上升到人品了？陈伯飞，你别在这和稀泥。叛徒有多可耻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当年要不是被叛徒出卖，我就跟你们多余说这些。我当年要是没有那叛徒的话，那咱俩的日子也不可能过成今天这样啊，对吧？我还挺感激当年那叛徒。程苗苗，我告诉你，考倒数第一我认，当叛徒我绝不能认。今天晚饭别吃了，这个月零花钱1分也别想要，回屋写检查去。我建议写完贴到客厅墙上。对，特别好，天天看。饭我给你留着，去吧，啊！哎，这盖儿又拧不开了。哎，把这帮门。儿子，哎，快过来，帮妈妈拿下东西。哦。来，别看了，快！哎，好，来，快！你在家干啥呢？我看书呢。抱着。你咋门还不关呢，李大海？没看电视啊？没看呀，李主任。这不都关着呢吗？走时候电视关好好的，这一看就是拿遥控器关的，那红灯还亮啊！你搁那骗鬼呢你啊？我回来就关心一下国家大事，看新闻联播不行啊？拿我当傻子？你看你干啥呀？抱着财神呢？你唬你？小心啊！哎呀！哎，儿子，来，把这带上。又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特意找大师给你开过光的。来，快带上。不是，这财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心诚则灵。要真灵的话，我早考年级第一了。我早当厂长了。你看看，童言无忌啊！哎，妈啊，你要让我带也行，我有个小条件。啥条件？你给我点钱呗。就知道要钱啊！我就知道要钱呐！钱什么刚给过你们就知道要钱？不给就不给呗，你踹我腰干啥呀？我奶奶说不要踹腰，我告诉我奶奶去。这不拿你奶腰！哎呀！领如扶下，扶下，还能起来不？快扶下。你说你们俩天天的闹什么闹啊？这腰慢点，这腿不。啊！哎呀！你说你这上岁数的人还这么动手动脚的，来垫着他。滚！切！你说我跟你爸又不是开银行的，你去把那辣子鸡吃了。我不吃，我就是个不孝子，我吃什么吃？哎呀，你最好尊重你的诺言啊！你明天也别吃啊！我凭啥不吃啊？这辣子鸡是我妈给我买的，又不是你给我买的，我必须吃。带伤我也得打你。哎呀，行了，孩子多大了？你说什么？那我像他这么大时候，我就没事就动手。我一个人上山去看景去了。那大半夜的帐篷外面那全是狼群，我一人拿火把打跑一群狼。年轻的时候打狼，上年纪了打儿子。你还没那狼强呢。对了啊，放假你给我上山上去锻炼去啊，不然以后你怎么采油？我不采油。你敢？行了，上采不采油再说。干啥呢？打电话没接。李三儿，哎，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，你得上点心。快去给财神上炷香。妈，这财神管考试的事儿吗？这事我管的，我擅长啊。喝一顿吧。不行。为啥不行？没有为啥不行。
那深圳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一个人怎么去啊？哎，我哥说了，下了火车就在车站接我。哎呦，他哪顾得上你呀？你自己跑到那儿，你吃啥喝啥，你住哪儿？哎呀，他放了假咋没时间？那有宿舍有食堂，放心吧。跟放心没关系啊。人家上了一个好大学，注定不会回咱们油田，知道吗？你们不是一路人。我们是一家人。哎，我不管，我以后就是要去找我哥，我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想都别想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放着油田的铁饭碗你不要，你是不是傻？妈，都啥年代了还铁饭碗？油田赚那点钱都够干啥的呀？每个月发那点劳保，还跟占了大便宜一样。小市民。说谁小市民？啊？说我是小市民是吧？没错，你妈我就是小市民。我跟你说，你长这么大了，就是靠我这个小市民的工资把你养大的，你翅膀还没硬呢，啊，现在就嫌弃我了。我要不是为了你啊，小敏，我能过这么糟心的日子吗？你知不是白眼狼？又来了，又说是为了我，今天还有个就要往头上扣。喂，找一女的。谁呀？杨成柏。轻点儿。喂，怎么了？晚上我回不去了啊，过几天回去。为什么呀？不是说好回来吗？设备出问题了呀。难道就你一个工程师啊？什么叫就我一个工程师啊？怎么？警察传感器出故障了。行了，不说啊，弄完我回去。走。早啊，姐。爸，早。吃饭喽。刷牙了吗？嗯。我闻闻。往下呼气儿。哎，这大礼拜天的你干嘛去啊？我去帮我们老师印期末的考试卷。你们自己印考试卷，那不泄题了？我们印的是高中部的卷子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是拿个俩鸡蛋走。哎，我不吃了，来不及了。走了，你装兜里呀？哎，你干嘛去又？妈，我也不吃。你装两个鸡蛋，你装。有事说事。数学期末考试答案，咱俩的事儿能不能平？哪儿来的？知道太多对你不好。这真的假的？你要不要一句话？最后相信你一次啊！看在你为我铤而走险的份上，原谅你了。再有下次，再不跟我一条心，我真跟你绝交。你跟我绝交，你就没兄弟了，知道吗？咱俩这情谊，别总绝交的。咱俩这次啊，一翻身。
干什么呢？好好考试。呀！怪我真不知道你们做卷子，那我也什么都别说了，彻底戳这儿了啊！从此以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说说吧，这回又赖谁？赖楼梯。好，绝交吧。哎呀，不都说好了吗？别一出啥事就绝交绝交。先是当叛徒出卖我，后是搞假卷子骗我，又让我当众摔下楼梯。你说哪件事不值得绝交？哪件事他都是意外。好。哎，胡总。哎呀，行了，多大了，别闹了。四哥，这件事儿我负全责，虽然都是意外，但都是我的错。我不该当叛徒，也不整天花里胡哨，肯定将功补过，挽回局面。你先说，这套卷子到底哪儿弄来的？你真进男厕所了？和女厕所有啥区别？那还是一个。你关注点那么奇葩呢？你多分析分析卷子怎么回事？高中期末考试卷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可能给一个初中学生去印刷？最多就是印刷点练习卷。你肯定被程阳给骗了。这程阳啊，够阴损的，他就是报复我。我说呢，他那天在卫生间待那么长时间。他为啥要报复你啊？我本来是跟小芳举报他去游戏厅，就是奔着他去抓的，结果他没去游戏厅，他去盗墓了，然后把我给抓着了。啊！你说这坏小子肯定知道我真实目的了。你姐俩闹矛盾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？决斗吧，臭小子！这家伙待不下去了。不至于吧？这孩子，他就是不爱换鞋。那是1997年，那个遥远的年代里，我们没有互联网，我们没有智能手机，我们生活在偏远的石油基地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。所有人都在迎接香港回归，而我成了一个愚蠢的叛徒，被我妈制裁，被我弟报复，差点失去了我最好的哥们儿。青春开篇的一塌糊涂。我妈的17岁从一场私奔开始，我的17岁从一场叛徒开始。那一年我17，我弟弟16，我又被这个小子摆了一道。
我终于对着大海放声喊出你的名。